跨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世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俯瞰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直冲云上，血舞剑气焰四方。踏过风浪，飞舞四方，几乎苍生义无妨。青山之巅，你我共这一世狂。恭喜啊！是。哎，快，里边请。多谢。哎，皇姑。今日后啊，顾家和燕家强强联手，这定会更加兴旺啊！长天吉言，快里边请。哎，好。顾爷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会西君到！想不到，顾爷居然能请到会西君这尊大佛。什么来头啊？这会西君的父亲啊，因护国而死，皇上为了体恤他家，封了他做会西君。虽然未位列九卿啊，但是满朝都以九卿之礼待之。拜见会西君，会西君亲临小侄的婚礼，蓬荜生辉呀！奴才呀，跟顾大当家相比差远了。顾爷，做惯了羊的可以靠着庇护活下去，可若是羊一旦有了做狼的心，那么不论是曾经一窝同眠的羊，或是作为对手的狼，都会杀了他。顾爷，好自为之。哎呀，只不过是一场葬礼而已，搞得还真是有模有样啊！是婚礼，都一样，没区别。你在这里苦等了7天，顾剑门他没来找你吗？我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沉默呀？这难道不就是你内心最想要的吗？他若来找你，对暗河自然是好事情，但是对于你来说，应该会对他很失望吧？苏商河，怎么了？或许有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闭一下嘴。龙首街有动静了，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。你可想好了？踏出这一步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不回头。好，那就不回头。
还敢回来？有何不敢？对不住了，这条街我们包了。北篱笆公子也来了呀，越来越热闹喽。那两个少年，怎么了？你认识那两个傻小子？说不上认识。我上次去找顾剑门的时候，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其中一人使枪，枪法普通，但很有天赋，应该是块未拙之玉。至于另一人，另一个怎么了？另一个看起来不大会武功，但我说不好。还有你苏沐雨说不好的事情。燕家这是打算办完婚礼就要接替顾家呀？诸位贵宾远道而来参加我侄儿的婚礼，顾某万分感谢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吉时已到，奏乐，迎新人。一拜天地。一拜天地。一拜。等一下。怎么客人还没到齐，喜宴就开始了？难道这就是西南道龙头老大的待客之道？你是谁？客人。好像见过他。当然都是的，是什么了不起的宠物吗？但是这不可能啊！小兄弟，我们顾家未曾邀请过你吧？敢问客为何来啊？抢亲。抢亲？
抢亲？不错，抢亲。小老板，念在你我有一面之缘，我奉劝你，莫要胡言乱语。你哪这儿都听到我在胡言了？你们不请我，是因为请不起我。但若是我来了，你们也只能以上宾待我。是吗，小老板？我给过你们一次机会了，但是你们好像不是很懂得珍惜呀。他动杀心了。杀了。想跑？真当我燕家是好欺负的？这两个家伙怎么还没到？这群家伙也比我想象中的难缠得多啊！白东军那边应该也撑不了太久，别到时候真的让他们把命都给送了。掌柜的，我白喝了你那么多日酒，今日我就还你这份恩情。只要我一出枪，你就头也不回的跑！快跑啊！不跑，琉璃。行货们，看错了。小白，回来吧！藏了这么多时日，也该轮到你好好表现一番了。果然是他。头有犄角，通体银白，身长10丈。这条蛇是温家家主温林豢养的白琉璃。你不姓白，你是温家的人；你姓温，你叫温东君。好难听的名字呀！琉璃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外公在我出生之时便将他赠予了我。还有，我不姓温，姓百里，我叫百里东君。这般丝毫不惧的，还能有哪个百里？当然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那个百里。爷爷是曾与陛下出生入死，杀敌10万的镇西侯百里洛尘，父亲乃一箭瞬杀千里无形的百里成风，母亲乃是独一温氏家主温林最疼爱的小女儿温洛玉，舅舅是独步天下
温壶酒，这个百里呀，可当真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啊！我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客人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这里果然发生了一件比有趣还更有趣的事情。或许暗河就此与此事失了交集，倒也是好事。哼，那不是温家那条白琉璃吗？白东君怎么在上边？白琉璃不是已经被温毒仙送给他最疼爱的外孙了吗？这么说的话，白东君并不是白东君，而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百里东君。洛轩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事要是让镇西侯知道了，他不会直接派军队把我们雷家堡给踏平了吧？我完蛋了！他们来了。谁啊？太好了，罗轩，一会儿你带着柳月把这里处理一下，我和小黑负责把棺材运进去。为何如此安排啊？因为你俩都长得太好看了，要是你们进去，只会抢了本公子的风采。小姐，这小子怎么会跑来柴桑？头儿，这样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原来是侯府小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来抢亲的，你要是远赢了我，这亲我还怎么抢啊？所以，你们还敢杀我吗？今天是舍妹的婚宴，我有几句话想问百里小公子，不知可否？你问。刚才小公子说要抢亲，敢问小公子和佳妹可曾相识？算不得相识，那是暗中倾慕佳妹。我另有所爱。非你妹妹能比，那是何故啊？大哥，这是你宣扬你梦中情人的时候吗？说的也是。小公子出身名门，镇西侯为我北离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侯府之人，我们自然恭敬有加。若小公子只是来喝碗喜酒，我燕别天定然奉为上宾。可小公子一来不认识佳妹，二来不喜欢佳妹，却口口声声说要抢亲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看来百里小公子不占理呀。我说我来抢亲，可没说是为我自己抢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真正抢亲的人来了。这是棺材啊！棺材啊！亲也不能这么做呀。顾若离，不错，真正抢亲的人就是他。顾家当家顾若离与你们家燕小姐青梅竹马，一向对其爱护有加。燕小姐对他也是倾心良久。他来抢亲，可还合乎你们所谓的道理？放肆！他是个死人。可若不是你们害他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这是为何呀？
兄长不如问问我的意见。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洛离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，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只要是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存在。百里东君，让我喝他的这杯喜酒，你要喝吗？喝，怎么不喝？干！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呀！你应该提前找我预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杀了他！是想要杀了百里小公子，然后嫁祸于顾家呀！燕当家，你根本不了解镇西侯府的形势。你更不了解我燕别天的形势。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小白，沐浴行燕家，金钱方顾家，可是要杀我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尔等西南道众人可是同伙？没有众人吧？只有几个，他们都跑了。闭嘴！龙首阶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五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。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，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
这件事怎么好像突然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本来不就和我们没关系吗？吴叔，今天之前，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你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是我和我兄长的亲叔叔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就是因为是你的亲叔叔，我才会怕你哥死后咱们顾家独木难支，千挑万选给你定了这门亲事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说我哥哥是病死的吗？身染恶疾，暴死他乡，害怕疾疫传播，尸体就地掩埋。那这棺材里兄长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这尸体上的剑痕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管这个叫病死？这死的有蹊跷。就是李苏林。顾剑门，不得放肆！这是我顾家的门庭，而我叫顾剑门，我为何不能放肆？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兄长为何年仅16便独掌大局，历尽艰辛，呕心沥血？而我又为何仍在年少去天启城学艺？我们顾家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胡叔，你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你大胆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有哥哥庇护的二公子吗？你错了，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护了。来人，拿下他！愣着干什么？拿下他！你以为顾家真的听命于你吗？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家主的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让人誓死追随的魄力。我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而我现在便要传承我兄长的意志。顾家二郎听着，现家主顾洛离死于非命，我顾府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反了，反了！内奸已除，该轮到外敌了。凭你们几个人，也想杀了我？哎，好像刚才我才是绝对的主角啊！怎么现在所有目光都到他身上了？你啊，靠的是自己祖辈上的名声，而他，你看，靠的是自己的剑。都快败了，还不出来吗？
便不死不休！哎，谢就不用了，都是兄弟。多谢百里小公子，还有这位拿枪的小兄弟。客气客气。又是你，没错，又是我。怎么又来了一拨人啊？果然是天生五脉，拿下他！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了。谁敢动我外甥？谁？原来是温家，温湖继武。答对了也不一定有奖励哦。反而可能会死。你真卑鄙，竟然下毒！这话说的真好笑。哦，让温家的人不准用毒，就好比让剑客不准用剑。都是耍流氓。还有谁呀？撤！哦，这就走了。舅舅，小白脸，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舅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你家人知道你只听我的，特意让我过来带你回去。幸亏我跑来一趟，不然你就让别人带走了。哎，你这都是招惹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我调的酒太好喝了？玩够了没有啊？就像是喝酒。
才刚品出第一口的味道，你说呢？哎，贫嘴，小百里，让舅舅看看，来来来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各位公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温前辈，温前辈，我外甥给各位添麻烦了。舅舅，你是来晚了没看到，我可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确实如此啊！百里小公子智勇双全，如神兵从天而降。德摩公子，我们赶时间，麻烦你先不要说话。不知顾公子要怎么处理今日之事啊？大哥大仇得报。至于剩下的，便要看燕家如何处理了。燕别天，罔顾道义，陷顾燕两家于不义，死有余辜。从今日起，燕家家主由我燕琉璃接任。燕家的兄弟，可有不服？既然如此，那婚礼就到此为止吧。婚礼还是要进行的，只不过我不嫁你，我要嫁他。有意思。那既然没我们什么事情，便容我们先走一步。舅舅，小香仙，不跟我们一起来吗？小姐，任务失败了。有负小姐。陈长老呢？我们遇上温家温壶酒，陈长老他知道了。星儿，走吧。我还真以为这是座死城呢。怎么可能？顾家附近只是被燕家控制了而已。顾家事了的消息一出，大家自然就放心的出来溜达喽。舅舅，这次小白也跟我一起过来了，他刚刚出了很大的力，都受伤了，我让他先回酒肆休息了。放心吧，晚年自然会有人把他带回温家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真羡慕比利八公子之间的情谊啊！你没有过这样的兄弟吗？有过。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要去闯一闯在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山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但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嗯。我们自小在天启城一起长大。他是将军府独子，我乃侯府独孙。虽然差了一辈，可是年纪相仿。我们是很好很好的兄弟。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。舅舅，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你可是想问我，当初为何没有带走那百里东军？
小姐明慧。当年北阙、西楚、南绝三国围攻北离，南绝退败，西楚和我们北阙亡国。父皇带我们退守天外天后，闭了死关修炼虚念功，以寻复国之计。而只有带回那天生五脉，助父皇修炼大成，我们北阙才有复国的希望。你今日应该也看到了，百里东君虽是天生五脉，但却并没有武学根基。所以，不错，虚念功太过强横，他这等半点内力都没有之人，恐怕难以承受这般强横的功法。若他折损，我们北阙将失去这唯一的天生五脉。舅舅，你馋酒了？可是这么多坛酒，咱们怎么着也喝不完啊！你呀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。这酒不是用来喝的，那是用来救他的。你呢，救了我小外甥的命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救你的命。真的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找过很多人，也去过很多地方寻求救命之法，但是，那一世的办法呢，我是没有，但是一时的办法我还是有的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我很好奇啊。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倒下？啊，快了。哎，宋长风，宋长风，这么快？说倒就倒。舅舅，你这里边都装了些什么呀？花衣嘎、血蜘蛛、三尾蝎、蜈蚣。等，你怎么还随身装了这么多恶心的东西啊？你才恶心呢！你娘从前也有。哎呀，赶紧出去吧，在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放心吧，2天之后呢，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司空长风。哎呀，去吧。小兄弟，怎么一个人在屋子外面喝酒啊？我朋友在里面疗伤，不方便打扰。哦，你是那个鬼？鬼？我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他。他在我们那儿是头号美男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如我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上次多谢你放了我们。无妨。那行吧，小兄弟，咱们日后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
怪的两个人呢。一片轻轻微风，绕心游弋。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